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因为近期霍去病即将要出现的关系，所以已经变成了有3队骑兵，剩下的可能2队工兵、2队步兵。已经有玩家开始舍弃了辅助队，又或者把辅助队塞在步兵。但是近期又出现一个搭配了项羽图拉真。讲到这个东西，我有话要讲了。在2022年的6月4日，我打 KVK 的时候，实际上我是有用过项羽图拉真这个搭配的，但是这个组合只有当天看直播的观众知道之外，其他的观众是不知道的，我根本没有拍影片讲过。直到后来我讲图拉真这个统帅的时候，就有提到项羽图拉真这个搭配，但是当时候的评论区有很多观众都讲我脑袋有问题，为什么我把这么重要的辅助统帅塞在一个这么快死掉的统帅上面，这样子毫无用处。但是今天反转来了，我已经开始看到有不少的主播给的3队骑兵搭配，其中一个就是项羽图拉真，另外2队霍去病、贞德、斯基、威廉。项羽可能搭配萨拉丁、本多忠胜、穆罕默德、查士丁尼、图拉真等等。你们也反转的太快了吧？之前讲项羽不应该搭配图拉真，现在应该讲项羽搭配图拉真，哎呀，真的是。那今天呢，我就以我实战过的体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项羽跟图拉真搭配怎样。顺便说一下我的理论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搭配。当时候的项羽是全部统帅里面释放技能最快的，就是因为项羽有先天的优势。我有试过很多统帅，不只是图拉真而已。我那时候测试到最夸张的就是贞德，这个列表你们之前也看过了。在同样的次数回合里面，项羽贞德这个组合是比其他的队伍搭配还要更加多次的打出2到3个回合的主动技能，所以我在之前才一直强调项羽贞德这个组合才能真正发挥贞德的技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打出伤害，打出效果。同样的，霍去病现在的原理也是一样，但是霍去病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啊，这个要之后测试才知道。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要用项羽贞德这个组合？除了司机搭配贞德可以打出更高的伤害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项羽死得太快，导致贞德也是跟着一起死掉。就算这个搭配组合发挥到多么淋漓尽致都好，只要死得快就是没有用的。那因为我玩的兵种全部都是骑兵的关系，加上我自己本身有图拉真，我就不妨去试试看项羽图拉真，想利用项羽的特性把图拉真的技能放得更快，辅助全部队伍。这个是我当时候测试出来的结果。不过现在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是没有用图拉真埃塞尔这个搭配的，可能是用一些步兵搭配图拉真。不过也是给你们看一下差别在哪里。那么原本是图拉真搭配埃塞尔的玩家，在前面一开始可能看不到有什么效果，甚至项羽图拉真的队伍反而还慢一点，因为图拉真做副将的关系，我这边的记录全部都是指定图拉真的，也就是说不包括项羽。项羽在第9个回合的时候释放，图拉真在第11个回合释放，就有一种错觉图拉真放的比较慢。但是项羽图拉真这个组合比起你们现在用的步兵搭配图拉真，其实也算是比较快了。因为同样做副将，项羽有先天的优势，如果你们是有搭配一些贞德在旁边，威廉在旁边，项羽又有带号角，有可能图拉真在第10个回合的时候就会释放了。但是我们接着看第2次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图拉真做主将跟项羽带图拉真做副将的时候是明显异样了。第3个回合项羽图拉真这个搭配甚至比图拉真做主将还要更快，在后续的记录越来越快了，甚至到我最后一次记录的时候是已经快了10个回合，释放主动技能同样的次数，但是明显看到图拉真埃塞尔最后一次释放主动技能是在87，然而项羽图拉真释放的主动技能是在第77个回合。这样你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当初要用项羽图拉真这个搭配了吧。辅助统帅的价值就是要让他更快的释放技能，辅助到你的队伍才有效果。并且图拉真恢复怒气，项羽是肯定吃到的。如果你是带气队的话，有可能项羽吃不到，就是间接性把项羽当成工具人了。但是理想是很美好，现实是很骨感的，项羽没有办法摆脱他死得快的命运。尽管现在霍去病即将要出现了，我也是觉得项羽还是死最快的那一个。所以今天我才专门做这个影片跟大家讲，如果你有考虑过项羽图拉真的话，或许你要听我讲一下。这个队伍是可行的，但是比起你用其他的组合，可能你是用步兵啊，像大 CP 啊搭配图拉真，关羽搭配图拉真，战损比较起来并没有像他们这么好。毕竟其他统帅不是优先激活目标，仇恨值没有这么高，自然就没有被围殴的问题，所以战损并不会这么难看，比起项羽图拉真好很多。要避免战损的问题，可能你用图拉真项羽，但是要带 T4， 但是你用步兵搭配图拉真的话是可以带 T5 没有问题的。但是用项羽搭配图拉真就表示说你的辅助队在很早期就已经死掉了，可能发挥不到效果，辅助不到你的队伍。
被围殴的情况下战损比到底差多少。那么这个东西呢，也是我在很早之前做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公开。我记得当时候是司机刚出现，我就顺便做了测试，并且还有使用了项羽图拉真这个组合。测试方法是我把这个队伍放在中间，然后用我的小号去围殴，看哪一个队伍更抗围殴。当然这个只是测试，实战呢还是有一定的差别。那如果你们要比较图拉真的话，确实图拉真埃塞尔跟项羽图拉真比较起来，项羽图拉真会好一点。黄色格子写的数字是重伤，明显看到用项羽图拉真重伤会比较少，敌人重伤的程度也比较多。但是比较起项羽图拉真，那你们可以明显看到项羽搭配司机这个组合才是最好的。除了自身受到的重伤最少之外，敌方受到的重伤也是最多的。但是项羽司机这两个统帅都可以做主将了，所以没有必要跟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排除项羽司机这个组合之后，司机威廉才是最好的，因为那时候真的还没有出现了，所以大部分玩家都是用司机搭配威廉，而且司机搭配威廉比起用项羽搭配威廉还要更好。重伤比也是比较少，毕竟司机的伤危还是很高的。不过我们把话题扯远了，回来项羽图拉真。那做了上下对比，你们也可以明显看到项羽搭配正规的骑兵统帅跟项羽搭配图拉真，明显项羽搭配图拉真重伤比是高一点。就是说你有考虑项羽图拉真这个组合呢，你可能要担心一下重伤比了，又或者是像我刚刚所讲的带 T4就算了，只要你能接受战损重伤比可能比较多，然后击杀并没有这么多，队伍死得快的问题只能带 T4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这个组合，否则的话你可以放弃了。当然我所讲的是指大部分的王国，如果你是在先锋的话，其实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先锋王国打 KVK 的时候，伺服器一般是承受不住的，就会很卡。人特别多的情况下，一般都是用点点打法，就不会看到你带什么统帅，所以项羽图拉真被集火的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甚至有可能活到最后也说不定。所以先锋王国要使用项羽图拉真这个组合是可行的，但是其他王国一般是不会用到点点打法，除非你的设备是真的非常烂。像我自己本人在 BC 组其实都不太会用到点点打法，这种王国的玩家就要小心你们的项羽图拉真了。不过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最近会推荐这个组合搭配，当初也是一样，项羽放得快呀，也是有图拉真啊，为什么不会选择这个搭配？各位应该也看到了，现在新的统帅主动技能所释放的伤害都是超过2500以上了，也就是说即将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之后的统帅可能是3000起跳，就变成辅助统帅可能并不是这么重要了。我们做个假设，我们不要讲到7个队伍，我们只是讲5个队伍，你5个队伍的直接伤害都是2500以上的话，瞬间就可以把敌方队伍灭掉，甚至你瞄准的目标是辅助队伍，比方说埃塞尔图拉真、图拉真埃塞尔、图拉真花木兰之类的，瞬间灭掉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才会觉得辅助统帅并不是这么重要了。但是换个说法，如果你可以提前把辅助统帅的技能释放，或许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我们才会把项羽搬出来搭配图拉真，让他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释放技能，辅助到你全部队伍，才可以打出更好的效果。假设你的队伍里面又有贞德、威廉，再加上诸葛亮，他自己本身就会恢复怒气，你们试想一下，全部队伍稳定在8-9个回合释放技能到底有多夸张？而且霍去病即将要出现的关系，变成项羽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了，就把它回收利用。毕竟还是有蛮多的玩家是已经培养了项羽，所以才试一下这个搭配。那么影片的最后想问一下各位，你们会选择项羽图拉真这个组合吗？还是直接放弃项羽，回收利用都不要？你们还是会继续用图拉真这个统帅吗？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